你来了！大概10个月前，美国政府花了89亿，用每股20.47美元的价格买了英特尔9.9%的股份，而现在英特尔股价已经冲到了120美元上下。也就是说，白宫这波国家队抄底，账面上已经赚了400多亿美元。同样是姓英的，最近几年你听到更多的，我猜是英伟达。那英特尔这家公司呢？手机时代没上车 ，AI 时代成了局外人，连老本行 CPU 也被 AMD 追着打。在2024年的至暗时刻，股价暴跌了60%，甚至被无情地踢出了待了25年的道琼斯指数，而且已经被股民戏称为老登股了。可以说，这家半导体巨头一度被推进了 ICU， 全网都在等着它拔管。那问题来了，为啥2026年英特尔不仅出了 ICU， 还被美国政府、黄仁勋、孙正义、马斯克这些各路人马抢着出血推上牌桌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今天我们来尽调一下英特尔。如果我们回看整个芯片家族的迭代史呢，大致能摸出3次产业生态的大洗牌。听完你就会知道，英伟达、台积电、英特尔、三星、海力士这一堆耳熟能详的公司，在等级森严的芯片家族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？3次洗牌，谁变成了香饽饽，谁又从主角变成了看客？但在洗牌之前，咱们先花20秒拆个机箱，认识一下芯片家族的2大核心派系。一派叫逻辑芯片，负责算，主板最中间的 CPU 是老大哥，负责指挥整台电脑，顶流玩家是英特尔，后面追着 AMD。另一块大显卡的核心呢是 GPU， 主要负责并行计算和 3D 渲染，现在已经是英伟达和 AMD 的双雄对决。那另一派呢叫存储芯片，负责记 ，DRAM 负责短期记忆 ，NAND 负责长期储存。这一派主要的玩家是三星、美光、SK 海力士。你看，说20秒，1秒不多，1秒不少。那搞清楚这2派，咱们再来看这3次洗牌就更清晰了。第一个是 PC 时代。PC 时代呢，整台电脑的算力中枢是 CPU， 而 CPU 的绝对王者就是英特尔。78、90后对电脑开机时那句噔噔噔噔噔一定不陌生。它和微软组成了大名鼎鼎的 Wintel 联盟，微软掌控软件生态入口，英特尔垄断硬件心脏，俩人手牵手稳坐行业利润率的顶端。那时候英伟达还在死磕游戏显卡，台积电的张忠谋还在拿着纯代工的 PPT 敲门拜访， AMD 还在做千年老二。直到2007年，乔布斯掏出了 iPhone， 逻辑芯片的底层规则率先变天了。手机芯片和 PC 芯片的商业诉求完全不同。PC 呢是要大马力，英特尔一家独大，但手机呢咱们是揣在兜里的，核心诉求是不发烫、高续航、机身薄，1年一迭代。所以聚光灯瞬间转移到了通信基带、图像处理、电源管理这些细分赛道。那需求越杂，分工就必须越细。此时，当年被嘲笑的台积电就挺直了腰板。逻辑芯片的产业流程至此分裂为2个大环节。第一步是 Fabless 纯设计，高通、苹果、英伟达、联发科，他们只画图纸不建厂，可以省下几百亿的资本开支，全部精力呢就死磕架构和软件生态。第2步是 Foundry 纯代工，接过图纸埋头干活，绝无碰客户设计，把这个点做到极致的超级乙方就是台积电。这个分工除了效率呢，还有一个好处在于信任度。芯片图纸就像是餐厅的保密菜单，核心配料，台积电这种超级乙方就是做到了，你递给我秘方，我保证只做不学。那插播一句啊，存储芯片因为工艺和产品绑得太紧，三星、海力士至今是自研自造的 IDM 模式，但逻辑芯片太复杂，垂直分工才是王道。那回过来说英特尔，此时的英特尔在干嘛呢？2005年，乔布斯曾经找到英特尔，希望他为第一代 iPhone 提供核心芯片。当时的英特尔要技术有技术，要工厂有工厂，但 CEO 欧德宁最后还是拒绝了。原因很现实啊，苹果给出的价格太低，英特尔又严重低估了 iPhone 后来的出货量。在当时 IDM 的主流商业叙事里，英特尔习惯的是卖高利润 PC 芯片，他没有必要去为了一个还没被验证的手机项目去做低价定制、超低功耗的芯片生意。那这个误判呢，也让帝王错过了整整一个移动时代。后来 ARM 架构席卷全球，苹果、高通这些设计公司崛起，台积电靠着最极端的乙方策略，把客户、资金、数据和工艺经验越滚越厚，堆出了全世界最深的先进制造护城河。紧接着 ChatGPT 横空出世，第3次洗牌降临了。逻辑芯片的皇冠从 CPU 彻底转移到了 GPU 头上，黄仁勋靠着CUDA生态成了 AI 时代的超级卖产人，台积电靠着先进制程成了唯一的铸币厂。此时的英特尔也逐渐调出了顶级客户的选项，老本行 CPU 也在流失份额。3次洗牌，次次踏空，
如果只看纯粹的商业逻辑和财务报表，此时的英特尔已经被洗出主流牌桌，逼到悬崖边缘了。按理说，剧本写到这里就该全剧终了，英特尔是不是该跟诺基亚、柯达一样进怀旧博物馆了？可偏偏决定一家芯片巨头生死的，从来都不只有商业逻辑，还有背后那庞大且极其脆弱的产业生态。2020年的疫情引发了全球芯片荒，汽车停产，手机交期也被拉长。那全世界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半导体的供应链竟然是如此的脆弱，一颗芯片断供，整条现代供应链都能跟着瘫痪。那紧接着，这份对供应链安全的焦虑被彻底放大。在2.0时代洗完牌后，尽管美国拥有英伟达、苹果、高通这些最聪明的大脑，但全球最先进的7纳米以下的制造产能呢，高度集中在亚洲。2022年，美国落地了527亿美元的 CHIPS 法案，目标极其直白，重塑本土的先进制程工业生态。那这活谁能接呢？台积电和三星虽然有外地工厂，但重心依然在亚洲。翻遍整个美国，既有自家工厂，又能做先进芯片制造的本土公司，只剩英特尔了。而此时呢，英特尔的技术老兵帕特基辛格也正式回归救火。一上任，他就喊出了 IDM 2.0 战略，英特尔不仅要自己造芯片，还要帮全行业造。就靠着这个愿景呢，英特尔拿下了 CHIPS 法案最大的补贴，第一次尝试走出 ICU。但造芯片不是画 PPT， 良率要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磨，工程师要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养。那英特尔面临最致命的问题是客户信任和利益冲突。英特尔自己就是芯片设计巨头，现在去跟高通、英伟达说，你把最核心的版图数据交给我，我帮你们造。那客户心里只有4个字：我要烟牌。你既开餐厅，又说要帮我炒菜，我是不是得看看你的后厨会不会偷菜谱？当然，另一个核心的因素还是英特尔迟迟不达标的良率数据。在这个行业呢，先进节点的流偏、tape out、光照组合和 NRE 费用动辄是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。所以没有客户会为了省一点代工费去承担流偏失败的巨大财务风险。所以 IDM 2.0 喊得很响，但客户总是观望的多，真下单的少。巨额资本开支砸下去，亏损像滚雪球一样扩大。那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就在英特尔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外部又迎来了 ChatGPT 的爆发。GPU、黄仁勋和英伟达突然成了主角。同样新颖，英特尔在这份 AI 光环的照耀下，彻底沦为配角。2024年，英特尔股价暴跌60%，也是在这一年被踢出了待了25年的道琼斯指数。这一份惨烈的成绩单，直接让基辛格黯然退休。英特尔第一次走出 ICU 的努力也宣告失败。但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彻底凉透的时候，2026年产业风向标再次极其诡异的翻了牌。AI 开始从训练大模型进入了部署 agent 的全新阶段。在这套新生态里呢， AI 竞争从单颗芯片之战变成了整个系统及底座之战。而系统战里必备的 CPU 控制、先进封装、底层互联，恰恰是英特尔的老家底。所以你看，底层供应链需要安全底线， AI 系统化演进给了商业缝隙。那既然英特尔不想死，不能死，问题就变成了谁来救，怎么救？就在这个历史节点，一场由国家资本、产业巨头、技术生态同时参与的超级抢救开始了。过去1年，英特尔的股价怒涨了7倍，这背后是5路人马基于不同的商业诉求，但却恰好在同一时间的集体下注。第一路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资本下场，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美国国家队的入场。去年8月，美国政府将部分芯片补贴改造成了一笔89亿美元的股权投资，拿下了英特尔9.9%的股份。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，政府这样主动入股科技巨头其实是比较罕见的。而且根据路透社爆料，OpenAI 也主动提议向美国政府转让5%的股份。你品品，从底层的硅片制造到顶层的大模型生态，一场深度绑定的本土 AI 基础设施网络正在成型。第二路是孙正义对算力稀缺性的下注，软银比政府还早3天砸了20亿美元入局。孙正义呢，当年压住阿里 ARM， 现在也在压住 AI 基础设施。他的逻辑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翻倍扩张，但全球能造5纳米以下的芯片工厂极度稀缺，谁卡住了先进产能，谁就握住了 AI 的命脉。第三路是黄仁勋对供应链生态的备份。其实英伟达算是最出乎意料的一路。2025年9月呢，英伟达宣布50亿美元入股，并将英特尔的 X86 CPU 和自家 GPU 进行深度系统整合。你看这个新王为什么要投钱皇帝呢？核心就在于供应链冗余。台积电再强，黄仁勋也不可能把万亿美元的生态命脉全放在一个篮子里。第四路是马斯克、谷歌、苹果这些商业订单开始用脚投票。做代工生意最终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：客户下单。那经过了长久的观望，在今年3月，马斯克的 xAI 联合出资建造超级智算工厂。
点名英特尔为首选代工伙伴。谷歌也传出要下300万颗 TPU 订单。当然，最重磅的是6月18号在推特上爆出的，苹果也要和英特尔合作代工了。为啥说苹果重磅呢？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，库克曾经说过 ，Because Intel just does not know how to be a foundry。这直接给英特尔判了15年的死刑，还是逃不过真相定律啊！而这也完成了资本市场最爱的闭环验证。最后一路是英特尔自己陈立武作为主帅重构组织，接替基辛格的新 CEO。陈立武雷厉风行，把英特尔的代工部门加速独立化，建立防火墙，努力地告诉客户，我们就炒菜，绝不看菜谱，以打消客户的疑虑。同时，他们还挖来了前 SK 海力士的 CEO 李希希，死磕先进封装和后端制造。所以你总结一下，咱们看这5路人马，政策给了底线，资本给了生态，巨头给了生态背书，客户给了真金白银，英特尔自己也在展示决心。这阵仗在半导体商业史上绝无仅有。那目前呢，英特尔交出了18A 制程的第1张答卷，命是续上了。但你发现没有，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有投资，有下单，有决心，但其实这些动作都还只是在验牌。然而，就是这个简单的验牌动作，却给予了公司、股民和市场无比的信心，撑起了它7倍的股价。然而，英特尔想要真正的翻盘，真的在 AI 时代坐稳牌桌，却要面临一个更残酷的真相：半导体的物理竞争规则正在被彻底改写。你看，过去几十年，芯片行业其实只拼一件事儿，谁能把这个晶体管雕刻得更小。但现在呢，硅的物理极限快被榨干了。以前迭代一次性能能提升40%，现在到了2纳米，全在挤牙膏，而且研发成本还高得离谱。台积电一片3纳米晶圆的报价已经飙进了1.8万美元。那既然单颗芯片没法无限制的变小变强，那就只能靠规模来凑。所以现在你去看看那些 AI 巨头的数据中心，他们正在把成千上万张卡密密麻麻的塞进机柜，用巨量的数据线拼成一个庞大的算力军团，一起狂飙。所以当几万张卡连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半导体战争的重心就彻底转移了，从死磕一核芯片性能的单兵作战，变成了考验数据搬运、超节点效率、电力调度的系统战。而在这张新地图上，几个隐秘的千亿级战场早就打得头破血流了。那第一个战场叫拼积木的先进封装，单颗芯片做不小，那就把不同功能的芯片像搭乐高一样高密度封装在一个基板上。目前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是英伟达的御用标配，产能极其紧缺，而这个恰恰也是英特尔拼老命也要端上桌的核心底牌。单颗芯片我落后了，但系统打包的能力我还在。另一边呢，三星也正拿着存储芯片的优势，试图在这个牌桌上切一份蛋糕。第二个新战场叫修运河的先进互联，几万颗 GPU 一起算大模型，最怕的就是数据拥堵。那芯片和芯片之间物理的连接点就变得无比重要。英伟达最可怕的护城河就是把 NVLink 超节点做到了绝对领先的水平，这也逼得博通、Marvell 这些光模块和网络巨头疯狂的结盟，势必要在 AI 的数据搬运链条里撕开一条新路。那第三、第四个战场咱们一块儿说，就是电力和散热设施。现在单颗 AI 芯片的功耗已经逼近了1000瓦。高密度机柜功率直接飙升了几百千瓦。以前科技公司怕宕机，现在呢怕当地的电网爆表。传统的风冷呢根本压不住核心高温，于是高压直流电网、巨型变压器、第三代半导体材料、液冷系统全被逼上了前台。整个数据中心的设计呢，听名字是云，是软件，是虚拟资产，但落到预算表里全是这些物理设施，却在吃具有的资本开支。那说到这儿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魔幻的现象，又是拼组装材料，又是搞光电互联，又是建液冷站和变电站。AI 发展到最后，居然越来越脱离了传统软件代码的虚拟光环，反而演变成了一场充满金属、冷却液和庞大电压的重工业肉搏战。而在这场肉搏战里，全球芯片生态版图正在被重新瓜分，每个玩家都试图在这个新地图上重新卡位。美国试图重塑本土的先进制程与 AI 算力生态圈，韩国死守存储芯片的规模壁垒，欧洲依托光刻机卡位精密制造节点，而中国则是在光模块、先进封装和液冷这些系统级重工业的细分生态里加速变现突围。那最后镜头再拉回英特尔，趁着本土制造重构的浪潮，英特尔手里那些旧时代的家底突然又凑成了几张能打的牌，他捞到了一个不能被轻易丢掉的座位。那至于能不能坐稳，他真得看他在这场难舍难分的新战场能不能给自己拼出一条生路。所以屏幕前的你觉得英特尔这波到底是 A 真正复活换图重开，还是 B 政府续命 ICU 续费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好，这是小李上海沉浮系列的第16篇视频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。你还想听哪家公司？请在评论或者弹幕点菜吧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